泽仁与景望转身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穿紫色华服的女子疾步而来，眉目如画，风姿绰约。她步履轻盈，眼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，宛如9天仙女下凡，让人不禁侧目。她的身后跟住几个侍女，手中捧着花篮，篮中有几只可爱的小猫正在打盹。刘景望见到女子，神情微怔，随即露出一丝苦笑，轻声道：“郡主，好久不见。”女子娇嗔地瞪了刘景望一眼，道：“什么郡主不郡主的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叫我亲叔便是。景望哥哥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来京城了？若非碰巧遇见，我岂不是要错过你？”泽仁微笑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刘景望回过神来，忙介绍道：“泽仁，这位是南阳郡主和沁叔，乃当朝右相和建业与长公主王婉月之女。”泽仁心中一惊，忙拱手行礼。泽仁见过郡主，和沁叔掩嘴轻笑，扬手道：“泽仁公子不必多礼，咱们都是景望哥哥的朋友，不必这般客气。”泽仁点头，笑道：“郡主所言极是，泽仁自当从命。”和沁叔目光柔和地看向刘景望，道：“景望哥哥，这么久不见，你怎么也不来找我？你是不是忘记我了？”刘景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怎么会？只是这段时间家中变故，实在抽不开身。”和沁叔轻轻握住刘景望的手，柔声道：“我听说了你家中的事情，心中甚是担忧。父亲也说会帮你，只是……”刘景望苦笑道：“多谢郡主和右相大人的关心，景望铭记在心。”和沁叔微笑道：“景望哥哥，咱们是青梅竹马，理应互相扶持。今日既然遇见了你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旧，如何？”刘景望犹豫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也好。沁叔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”泽仁见状，微笑道：“景望兄，郡主，那在下便不打扰你们叙旧了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办，先行告辞。”泽仁拱手告别，离开茶馆，转身继续独自上街搜集情报。泽仁在京城的街道上漫步，观察着人来人往，耳听八方，捕捉有用的信息。忽然，他听见一对父子在街边摊位上讨价还价。父亲告诉儿子：“儿啊，这次科考，咱们要多送些礼，才能保证上榜。”泽仁心中一惊，便上前搭话，笑问：“这位前辈，敢问你刚才所言，送礼为何？”那父亲看了看泽仁，左看右看后拉近泽仁，低声道：“这位公子是新来的吧？你有所不知，悄悄告诉你，如今科考榜单多有私相授受，世家大族或高官都会透过关系或威逼利诱送礼贿赂，让自家子弟成功上榜。寒门应试者就算多么努力，实际能分到的名额不过寥寥几个。”泽仁眉头微皱，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寒门子弟岂不是毫无机会？”那父亲叹道：“正是如此，现如今的科考已成为权贵之间的游戏，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，也难以出头。”泽仁心中愤愤不平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前辈告知，泽仁定当铭记。”那父亲拍了拍泽仁的肩膀：“你也找个有力的靠山，拜入他的门下吧。好了好了，我还急住去送礼呢，你可一定记住啊。”说完便自行离去。告别父子二人后，泽仁继续在街上行走，街巷中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。他此刻正专注于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寻找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忽然，他注意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蹲坐在一处街角，神色颓然，身旁放着一叠书卷。这老人衣着简朴，却难掩其文人的气质。范泽仁不禁心生好奇，便上前拱手问道：“老丈，在此有何要事烦心？”老人抬头看了范泽仁一眼，叹道：“小哥年纪轻轻，何以问老朽这等心事？”范泽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见老丈面露愁容，心有所忧，晚生愿闻其详，或许能解。”老人摇头道：“解忧之事，谈何容易？老朽已应京考数十年，却屡屡名落孙山。今日心灰意冷，才在此叹息。”范泽仁眼见老人如此说，心知其言外有意，便想看看老人的作品，指着一旁书卷便问道：“这些书卷可是老丈所著？可否借晚生一观？”老人缓缓点头：“这些是老朽往年所作，小哥随意吧。”泽仁翻阅几篇文章后，惊讶地问：“老丈才华横溢，为何未能上榜？是否有何隐情？”老人苦笑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些许愤恨，意味深长：“何来隐情？不过是自身才疏学浅，无法金榜题名罢了。”
泽人心中一震，沉声道：“老丈，泽人佩服你的坚持，可有送礼或是拜入位高权重之人门下？”老丈闻言，用清澈及坚定的眼神答道：“君子该有高风亮节之品格。我这人死心眼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才能吃得饱，睡得暖。那些事我是断然不会去做的。但我也不怪那些人，谁不想出人头地呢？”泽人赞同的点点头，说：“老丈，你能这样想属实不易，但你这可是选了条难走的路呀。”老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虽知前路艰难，然心中仍抱一丝希望，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或许有一日能得天眷顾，终究成名。”范泽人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老丈，这数十年间，您可曾见过寒门世子一举成名者？”老人苦笑道：“屈指可数，能成者，或是天纵英才，或有贵人相助，但多数如我者，终究是镜花水月，徒劳无功。”范泽人闻言，心中愈加同情，遂问：“老丈可曾想过，若非经考一途，或许有其他出路？”老人黯然道：“老朽一生读书，除却科举，别无所长。若放弃此路，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范泽人看住老人满布皱纹的脸庞，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与痛苦。他沉思片刻，忽然想到一计，问道：“老丈，若晚生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可愿一试？”老人抬头，露出一丝疑惑，道：“小哥有何事相求？”范泽人笑道：“晚生对诗书亦有些许兴趣，愿与老丈共研学问，彼此切磋，或许能从中悟得些许心得，对您应考亦有助益。”老人见范泽人诚意，心中一动，便点头道：“小哥有此心，老朽自当应允。”范泽人与老人互相切磋诗文，范泽人聪慧过人，老人亦见识广博，二人讨论得兴高采烈。范泽人在老人身上学到了许多，也体会到这位老儒者的苦心。面对老者的遭遇，泽人心中更加愤懑，暗下决心要改变这不公的制度。他告别老人，回到客栈，与彪虎、芙蓉商讨对策。泽人，今天你可有发现什么？彪虎问道。泽人点头，将自己听闻的消息娓娓道来，最后沉声道：“若这京考果真有猫腻，嘴上说着众生平等，不分贵贱，实则无权无势的寒门子弟根本难有出头之日。要改变这一切，目前凭我们的力量不够。”芙蓉轻声问道：“那该如何应对？”泽人目光坚定，沉声道：“虽说不靠关系的名额只有零星几个，也不代表完全没机会。如今只能靠自身努力，在这套迂腐的规则下成功上榜，然后在急住之后的官途往上爬到能改革此制度的高度。”彪虎拍掌道：“说得好，泽人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。”芙蓉点头道：“泽人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”泽人微微一笑，心中充满了决心与信心。多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几天后，京城的灯会之夜，灯火辉煌，街道上人声鼎沸。泽人、彪虎与芙蓉在繁华的灯饰中漫步，眼前是一片灯海，各色灯笼悬挂在街道两侧，流光溢彩，争奇斗艳，煞是好看。街头巷尾处处洋溢着欢笑声，真是壮观啊！彪虎仰头望住飘在空中的孔明灯，感叹道：“每年京考前一周，京城百姓都会举办灯会，祈求考生顺利上榜，前途光明。”泽人微笑着说道。芙蓉接过话茬：“可惜这些美好的愿望在世家大族与贪官污吏的暗度陈仓下，显得如此讽刺。”泽人点头，目光深沉。百姓的希望如这漫天点点星火，传向苍天，却在无尽的黑暗中得不到任何回应，最终被吞噬熄灭。彪虎看住那些缓缓升空的孔明灯，叹道：“是啊，这些灯火最后多半会被夜空吞噬，正如寒门子弟的梦想一般。”三人来到一处空地，一同点燃一盏孔明灯。泽人在灯上写下：“愿天下公正，寒门子弟皆可有为。”随后，三人一同放手，灯火缓缓升空，与其他的孔明灯汇聚在一起，渐渐消失在夜空之中。泽人目送孔明灯消失在天际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对两人说道：“我们的梦想不会如这孔明灯般消逝，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不公的世道。”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
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